時間在我身上不存在的具體發生，最能夠用表象看到的就是醫美。真的是多打幾支肉毒就多用幾次音波就沒有啊，是啊，就類似這種，我就覺得那個東西才是最真實的。今天為什麼會想要有這個訪談呢？我好奇。我覺得是因為你本人我想跟你聊天，就這樣很單純。我想跟你聊天，我想要認識你，我想要知道你的生命經驗。我不是因為你的主持，我也不是因為你的什麼東西，我就是想認識你而已。来，讓我们來看一下那個訪綱啊，裡面都是主持人的，那你在說？沒有，我跟你說，你知道為什麼嗎？我那天我還在跟珊珊講說，給你訪綱是因為你的經紀人要看。我給你訪綱是因為我還不認識你，所以我只能用一個假想的狀態去覺得我應該會好奇你什麼。可是你人都在我這了，為什麼不要直接問你問題就好？那是最自然的狀態。是，所以那個訪綱對於我而言，它是一個行政流程對，但它不是那個行政流程，是因為我們有中間人。是，它是一個好解釋的正式文書。可是我覺得 Podcast 它對我而言並不是要達成一個目的，而是很單純的我就想認識你。所以你來到這裡之後，那又是不一樣的東西。因為那是我的想象啊，可是現在你真實的在我面前呢，所以我會問，我真的現在此刻跟你交流之後，我對你的好奇。OK， 對，所以我們可以放下這些訪綱啊、主持人啊或者是什麼的東西我們可以聊聊你的通靈之路。我也不算有通啊，可是我覺得你剛剛跟我分享的這個心路歷程很真實你會想分享嗎？可以不是因為我不知道那個問題點是什麼。你說哪個問題？我可能會好奇你什麼這樣子？對，你跟別人聊天的時候都要想那麼多，人家可能會問你什麼嗎？沒有，我只是在想那個東西是什麼。那我們就用聊天的方式去聊出這些東西。可以，就它不是一個帶着答案來跟大家說明的一個狀態，而是我們一起這個節目，我們把它叫做地球玩家會客室。是這個會客室。因為你會發現其實身心靈在講的東西都差不多。豐盛啊，愛自己啊，人際關係啊，對啊，就類似這些不然還有什麼OK， 真的就這些。可是有別於我的 Podcast， 我 Podcast 輸出了非常多這些背後的運作邏輯跟原理。真正這些邏輯跟原理發生在一個人的生命當中，它會展開不同的劇情，所以這些劇情才是真實的。我這邊講平行時空時間線性不存在，就誰知道啊？可是我可以透過你的生命經驗去知道，時間在你身上真的不存在的具體發生，那才是有趣的。時間在我身上不存在的具體發生，最能夠用表象看到的就是醫美。真的是多打幾支肉毒就多用幾次音波就沒有是啊，就類似這種，我就覺得那個東西才是最真實的。对啊，只是說打醫美這件事很真實。打醫美也很重要。我也常跟我聽眾講說，就是化妝醫美，讓自己變漂亮，做一些物理性的體驗，它是一件很棒的事。你看，時間在你身上不存在，透過醫美多麼美啊！好了，那個真的是我開玩笑的。我只是習慣主持魂，就是對，很好，我喜歡這樣的你，我喜歡這樣的你啊！好，而且我甚至是不錄開場的，不錄開場，我們來試試這件事情好不好？沒關係，好，我現在就交給你。那我們你想什麼時候停就什麼時候停。但我覺得可以先跟觀眾分享我們兩個認識的原因。可以啊，可以。對，我會跟啾啾認識是因為你是阿雪老師現在在台灣的經紀人嗎？算是，就是處理很多
課程對接，然後還有一些繁瑣的流程。然後也是因為上次訪談阿小老師認識了你，然後我才知道我小時候就聽過你節目。嚇死！你是認真？我是認真的，我就說我以前聽廣播長大的呀。Okay. 所以你的聲音對我來說是熟悉，我不會說聽了很久。Okay. 可是我其實對你聲音是有印象的。謝謝。對，我那時候在感覺你的時候，我能感受到我有一些東西是可以在你身上，我不知道就是在你身上我可以看見一些有趣的東西。例如，我覺得那個時候見面給我一個很大的感覺是控制狂。对，我覺得某種程度這份控制是一樣的。哦，真的嗎？是的，我其實也有很強烈的控制。然後那個強烈的控制，我不知道你覺得你的控制屬於哪一種？我覺得在聊我的控制之前，我可以先跟你分享我在高鐵上發生的事好了。今天嗎？ OK， 好就是我的訪談其實某部分越接越少。不是我不去敲，也不是我怎麼樣，是我發現今年開始做訪談對我的身體來說其實是耗能的。不是耗能，是我還在適應我這個軀殼的狀態。像是我知道我在訪談之前，也許我會跟這個訪談的對象慢慢的開始有所謂的連結這件事，可是我不是要去刻意好像要跟這人有什麼樣子的連結。我在高鐵上一直不斷的感受到別人在怎麼看我。我為什麼每個人都要跟我要東西？ OK， 就是會突然有很多這樣的狀態出現。然後我一直要試着去 hold 住這個狀態，因為我不知道這個東西是什麼。我自己知道我本身不會講，然後我就也不想要去多想。對，我只是覺得自己今天怎麼了，為什麼會這麼的不穩定。我想要看那個不穩定的東西是什麼。那姑且不論這個會對我今天所有的訪談有什麼樣子的情況發生，或者是讓我接下來面對的人物有什麼樣子的共振發生。可是我的確在高鐵上突然很長的時間一直都是處在一個要抓不住，想掌握些什麼，但覺得好像為什么好像大家都在質疑我，或者是的這些狀態出現。然後我有了這個狀態之後呢，我就在看如果這件事情發生在我身上的話，那我會怎麼樣子去，與其說是轉化，不如就想要去接住這個人。那個的接住很像是可能會在訪談過程當中很想要給一個概念，或者是我學習到的啦，就是也許你現在並不知道現在講的那個流到底去到哪裡，可是你的確會因為這專注聆聽的2-3分鐘會好像有莫名的被支持到。因為你會發現到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很真實很誠實的講出他現在正在經歷什麼樣子的情緒狀態，但他還在工作上。我就像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在高鐵上，我在想這些過程的途中，然後我還哭，明明就陰天，我還在那邊戴個眼鏡，可是我自己也在看那個東西到底是什麼。我也不可能一坐下來就問說你最近有經歷了什麼事嗎？或者是這樣也不太對。可是我只是在想，如果聽節目的人他剛好可能正在經歷着很多雙眼睛在看着你，然後你覺得你在做什麼事情都使不上力，或者是覺得好像很多人都在跟你要東西，不知道大家在急什麼的那个過程的時候，我會蠻恭喜這個人的。第一，也許每個人對他有所期盼，對，跟期待。對，因為他有能力。對，然後第二是也許他很在乎他現在眼前做的這些事，只是他現在好像覺得自己的能耐撐不到那個程度，所以會覺得焦慮感會一直出現。然後第三是你好像有第三人稱會看着你在很失控的這種情緒狀態，可是你卻又允許讓自己發生，你沒有那麼的過於壓抑，那就表示你願意讓這情緒流動。然後最後是，如果你還遇見了一個
可能你正在爭執的對象的時候，等冷靜下來的時候，一定要花各種力氣好好感謝你眼前的這個人。因為他陪你一起演了這出戲。但你剛剛說的都是你自己，對不對？或許或許我不確定。對，這些我都不確定，因為我這幾天也沒發生什麼事啊。可是就突然開啟了這個自我對話。對，那當你在哭泣跟展開這個對話的時候，你的情緒，真實的情緒是什麼？就是我哭屁啊，這發生什麼事啊？我以前在做訪談的時候，其實情緒都是很平穩的啊。不管我是被訪問還是我要去訪問人，我其實都滿心期待着，就是我眼前這一些任何的事情的发生。对。可是我現在如果是敞開狀態的話，我會發現，為什麼我會有這些事？但是這些事發生在你心中，它被歸類在於不應該或不正常，或者是不喜歡嗎？不適合 OK 不適合。為什麼不適合啊？他沒有不應該不適合。不適合是因為他有別於這個形象跟專業，或者是我覺得每個人的時間都很珍貴啊。OK，那我可以跟你分享，就我們今天早上在砰，然後現在人在這裡我們的感受是對我們來說超正常我覺得那個正常是來自於我自己心中，只要是發生在我身上，對我來說，雖然好像是錯過了班次，然後我們必須要趕緊的去找下一個拍攝的場地等等的，可是對我來說那就是我的事，所以我不會說那是你造成的事情。因為我們正在協作跟合作，所以這也是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情。那當我把這些的事情歸類於也是我的事的時候，我就會專注在那我要如何讓我們變得更好，是毫無任何怨言跟批判的。所以我們接下來說 OK 好，那啾啾今天知道我們現在開始條列式的去看我們場地的可能性，那我們就看我們下一個 Airbnb 有沒有人讓我們提早入住，打電話不行，好，那我們先收拾東西，找備案就是小樹屋，然後我們就同步進行這件事情。那等一下的車怎麼辦，停怎麼辦，怎麼有效的運用時間，我覺得去解決這些問題的過程當中，反而才是這一場訪談它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環節。因為訪談完美的結束，它是一個目標跟目的。我們在還沒有發生訪談之前，所有可能性它都在我眼裡是被允許發生的。因為我心中有一個很強烈的信念，是我們人就是不斷的創造問題給自己解決，才叫做活着。我們就是來這裡有一個任務感，所有的任務發生都是為了在激發我們的天賦跟我們的使命。那個天賦使命其中一個也包含解決問題的能力，是看待事情的信念等等的。所以這些混亂發生都是在去讓我再一次驗證我是如何集結我過去的生命體驗應用在這些事情上面的。所以反而我會很開心，覺得說我們現在人坐在這裡耶，好棒哦！我們又完成了一件事情，我們又過了一個關卡，就很像是打遊戲一樣。你在過大關之前，你也有需要小關需要去破解，然後又累積一些經驗值，然後累積完之後，其實那個經驗值才是讓你可以不過這個大關的很重要的小點點。我試着還是回饋一下，就不要辜負那個訪綱啦。你做的這些任何行為，其實它就是主持人必須要必備的，因為你必須要夠有彈性，然後你的臨場反應其實要很足夠。所以我就是非常的謝謝你。对啊，我覺得這也是一個，我覺得這也是一個信任。我覺得那個信任是來自於，就算有這麼多的事情發生，我也謝謝你信任我們可以做得到這一些臨場反應。所以它就有點像是彼此在互相的去共振彼此擁有的東西，然後去做。我發現當我有這樣的信念之後，會減少很多事情它的混亂的自責感，或是不允許或不適合的這種感受。那我在高鐵上那樣子算是在 k 笑嗎？我覺得不會啊，你不覺得你在高鐵上的自我對話是一個很寶貴的東西嗎？好累哦，不要一直這樣哦。會累哦，對你來說是累的哦。就是那個當下不喜歡，因為你一直在哭，你不喜歡哭哦。沒有，就是
不要，喂，哦，先不要，先不要。我覺得也許你還在跟那個狀態的自己認識吧。對啊，我覺得也是因為以前在主持的狀態的那個不適合，我覺得你也可以分享看為什麼是不適合的耶。什麼東西不適合？不好意思，你要去上一個節目，或者說你要去錄一個訪談，然後你在高鐵上的那些自我對話是來自於這些事件，認為這些事件所衍生的這個自我對話是不適合的，也是因為來自於過去你的經驗讓你覺得這不適合吧。那是什麼經驗？我以前沒有明顯的這樣過，對，沒那麼明顯，就是腦袋可能有一些畫面，你會很想要試着盡力去完成它，就是在訪談的過程，或者是我先講一下，就是主持，因為主持對我來說其實有很多種工作層面，可能是拿着麥克風外場主持的，對，然後可能是 podcast， 就是坐下來訪談的。如果以 podcast 坐下來訪談的，其實那對我都是 heart to heart 的那一種，所以他的準備方式跟站在舞台上拿着麥克風的外場主持是不一樣的。對，那如果是 heart to heart 的那一種，因為我們都習慣，就是我過往是廣播電台出身的，所以已經習慣那所謂的收聽率這件事。我們要做收聽率調查，性別、年齡、居住地。跟就是可能幾點的時候誰會聽什麼節目，所以你大概已經能夠思考到，就是說以我過往的工作經驗來講，早上7點到9點的時段，我就是要做給上班族、校車司機、早餐店、全體同仁，還是說就是要去上課的這些孩子們聽，所以我已經很清楚知道我要對他們說什麼。对，開始做 podcast 這個，它已經是我並不知道受眾會在哪裡。他們有一個明確的，沒那麼明確。對於我自己知道，我其實還是喜歡落地感的，自己比較有安全感的自己來說，其實還不太適應。但是前3年我一直做的方式，其實就很像是你現在的狀態。我喜歡跟我的受訪者聊天。所以縱使我在南部，我可能就是住3天2夜，一卡皮箱，然後就是啪啪啪扔在嘴了。對，就這種。那只是剛好我自己知道我現在的身體狀態，所以我不能再這樣一直耗出去，因為有東西我覺得好像有在運作些什麼，我還不清楚。說呢，我真的不清楚，我才會講說，就是因為還在那個，你很幸運剛好看到的就是我這個的過程，是以至於就是你要說我要怎麼樣子去，我為什麼不喜歡在高鐵上那樣自己的這樣子一個過程，是因為那不熟悉，我非常不熟悉那個感覺。對，但是反而是我覺得它就是一個瓦解掉舊身份自己很重要的過程耶。我一直都還是覺得我很幸運的是，我在接觸就是靈性的道路上，我覺得我都會遇到一些很棒的老師。對，過程之中我真的會覺得有一種很像是做什麼都不對的那種四不像感。那就這麼的剛好，就是我的老闆阿舍老師，對，我們有針對這件事情討論過，那他就剛好其實就有帶到，就是說這個階段就這麼有趣的，現在就很像是在對於你已經習慣的那種模式在鬆動。對，那個鬆動會讓你覺得自己好像做什麼都不對，有點四不像。那如果你已經看見那個所謂的四不像的狀態，其實也有另外一個的層面可以去思考的是，那個鬆動你才可以擴張變大。沒錯，就你要卸下馬甲了，你知道嗎？要飛起來了現在。对，然後就是整個變大，只是你可能還不適應那個狀態。对，因為的確我自己也是在去年年底的時候鬆動了好多東西，然後那個鬆動包含了我的前一段關係，包含了我的前一段人際關係，我那一陣子陪伴在我身邊的朋友姐妹們，其實我現在都沒有怎麼再聯絡了。然後甚至是我的合作夥伴，然後團隊全部都在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有一個很深的歸零跟結束。
然後那一個結束其實是很痛心的，就很像是你正在結束那一個要控制的自己，它可能是一個感受上的東西。除了這些東西也發生在我身上之外，我的人、我的環境、我連住處，我現在也都不在台灣的這件事情，全部都開始有一個新的樣貌需要我去迎接。可是在我要迎接這些之前，我真的得要先去把那一些不適合的東西狠狠的去捨棄，跟他們說再見，然後接納臣服。我花了一段時間才去接納這些東西離開我，哪怕是我最親近的人、好朋友們離開我，因為我覺得你會想找答案，就覺得莫名其妙，為何我們就不聯絡了呢？莫名其妙，為什麼這些傷害就發生了呢？毫無邏輯跟理由。可是當我很想要去找到那些邏輯跟理由的時候，你發現根本找不到源頭。所以當我們找不到源頭的時候，我要麼緊抓，要麼放下。我要麼必須得要有一個具象化的東西，比如說我就是討厭你，你跟我講這句話，我就是覺得你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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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不喜歡你了。我那個時候其實還很想要，我寧可你跟我講這些話，我寧可你直接跟我說我錯了，好，我就接受了。可是事實上也不是這樣的，就是好像頻率的不合，自然而然的去描述那個感覺，有點像是什麼？那種感覺就很像是，可能我原本很喜歡吃馬卡龍，可是有一天馬卡龍在你面前，你不知道為什麼我就是沒食慾。可是我很喜歡它，我過去的生命經驗都告訴我說吃馬卡龍會很開心。可是有一天它端在我面前的時候，我就發現沒有，我現在不想吃它。為什麼？不知道。可能我現在身體不想要吧。我突然 get 到一個，就是如果我們兩個都是處在一個就是會注意到自己情緒狀態走到哪裡的特質，我覺得一部分是因為我們習慣就是沒有要把自己的力量交出去。什麼意思？就是直接去問人家我怎麼了啊？也不敢問，其實也不敢問。對，真的也不敢問。但一部分其實你要問，你也是因為你會找信任的人問啦。對，可是絕大部分其實你還是習慣自己消化。力量交出去會對我來說它只是階段性的而已。我们還是可以求神問卜，是的，我们還是可以就是借助就是老天爺的力量還是什麼什麼，可是在我學習的道路上，其實最終就還是要收攝自己的精神團隊。就是你自己很清楚照顧你的那一個老天爺他是會告訴你的。就是因為我可能不是這麼習慣把自己交出去，對，所以我會覺得好的好像沒那麼快，或者是狀態回歸到正常的狀態也沒那麼快。因為都是在自己的裡面嘛。對，你還可以直接交出去啊，就叫別人，然後當做什麼，就是我花個錢去問，我花個錢去這蓋，會不會比較好一點？我跟人之間是說怎麼了就好，我所以它真的跟信任感有很大的關聯。當然。我覺得這個不信任感也會讓我們想要去掌握事情，所以有點像是現在透由你掌握不了任何事情開始鬆動那一個信任感，會不會全然的交出去就是一種很安定很安心的選擇。我覺得這是我真的在練習的，包括我後來真正的去承認，我知道現在可能還沒有辦法100%的去接受人的來來去去，但你的接納度一直在提升之後，同時心中也知道隨着人的來來去去它就是這樣的時候，我就發現我沒什麼好堅持的了。我也沒有什麼角色要去維護的了。如果人都會來去的話，那我更不需要扮演任何一個角色了。然後當我開始去放下這一些角色感、面具感的時候，我就全然的接納，你反而會有種輕盈的頻率發生在自己身上，然後那些輕盈的頻率會讓跟你相處的人更舒服，然後更自在。我後來才發現，當我帶着角色感跟人相處的時候，他也有角色感。帶着角色感跟人相處，我可以多知道一下那個意思嗎？如果我們對於一個主持人是，比如說我現在是一個 podcast 主持人，我也可以有一個角色感。那我給這個角色可能就會添加了很多標籤，可能第一個標籤叫做專業。好，那在這個專業的背後，我認為的專業可能是坐姿，
講話模式，然後或者是上進的程度。所以如果我今天坐姿不好，我今天沒有化全妝，我今天講話有點就是喉嚨沙啞沙啞的，我就好不安。他說不行，這不是我認為的專業感。類似這種然後我就會覺得開始想要找東西來確認你會不會其實很在意這件事情，我是不是這樣子不 OK， 然後哪怕我現在人已經在這了，我的心思都在確認那一些沒有的東西就是不存在的東西可是如果我對於這件事情沒有任何的框架我沒有任何的定義跟標籤的時候，因為我沒有擁有過我沒有覺得它應該要出現在這，所以我就沒有失去。可是我其實反而在每一次的做節目的過程當中，我最喜歡聊的你剛才形容的那一些的過程啊我很喜歡跟我的听众們去分享，就是你有了這一些狀態的時候，你是怎麼跟自己自處的因為那些狀態一定都有，可是不見得真的会遇到一個真的是有缘的人会告訴你說他是怎麼度過那個狀態的。对，就像是我不是之前不是講說我覺得我身體的狀態越來越不自在你知道我前陣子我3月我不是從埃及回來对呀然後那個時候我們不是有提出一個邀約，我們就是會延到5月我回來之後我生病1個月耶，一直都低燒狀態37.538 37反正就是一直低燒狀態，各種看醫生，檢查出來之後醫生還跟我講說其實你數據不錯耶我心想就是我覺得好像人到最後我真的到大醫院去檢查都好像只是想要拿一些证據去證明自己有問題可是如果你真的沒問題那你要不要看一看沒問题的自己我最後怎麼處理我自己呢？就是我真心的開始去一樣還是整理家裡就做最平凡的小事情。當然就是有些事你沒有辦法好好掌控的時候，就想辦法先過好日子，对，過好生活，对，專注的陪我家的狗狗与其說是我陪他已經15歲了不如說我觉得也是他陪我对，就是我很珍惜就是跟他在家的过程对，就一直看着他，然后一直在看着他的过程呢，突然又有一个声音出来，就是哇塞，我還真的是一個控制狂，一直很想看他在幹嘛好可怕但我很幸運，就是我家的狗狗教了我非常多，它也算是我生命的一個很重要的陪伴者對，它就是寵物對我來說，它就是最無條件的愛，是對，去接受了我的各種一切，它也會不爽也是有各種不爽，可是以這樣子狀態真的一直都回到自己看似封閉，因為說真的我總覺得我們的工作某部分是要一直讓自己出現在社群平台的，對，可是我這個月其實花很多時間就是都收回來自己我知道我有下一個階段可能也許6月份的時候有些有趣的事會發生但在那之前就盡量一直都收回自己對，因為知道自己是一個容易受影響的人，那如果清楚知道自己是容易受影響的人的話，我就選擇好的事情來影響我就是接受自己還是又是一種控制就還是接受自己這樣那我很好奇Asha老師有沒有對於你這個狀態說些什麼耶？沒多說OK 沒多說因為他們哪裡來的時間，人家還在溫哥華沒這麼多的時間去聊這些過程，因為其實你剛剛講的這個轉換期就是非常非常典型的容器汰換就是當一個人他比如說好，我們的神經系統，我們的神經元他非常的聰明他會去複製你給他的指令也就是說如果我今天是一個很控制欲的人，他就會讓你長期的待在這個控制底下，所以有點像是這個信念系統他會怎麼改都改不了對，它要形成一個習慣嘛對。可是當那一個你的高我，你的高靈，他其實知道你接下來，尤其你又去了一趟埃及，埃及是一個很強烈的能量轉換區，你只要踏上這個土地，你所有的業力會加速，好的加速，壞的也加速這就是金字塔的力量沒錯。所以當他開始加速的時候呢，所有會去埃及的人真的都是被召喚過去的的確是因為我們去的很有趣，我們去的前一周
杜拜機場關閉，對，我有看到，然後我們瞬間那一團人轉去土耳其，對不對？有些人是直接轉到北京、廣東、土耳其，反正就是大家都各自處理機票，對，都是自己要去安排的這樣。可是那一刻我會覺得我們一起去的那些人就很像，可能某一世我覺得我們大家都很像戰友。是耶，是。好，你继續說金字塔。來到埃及這個地方的時候，土地頻率會改寫你的肉身，因為當你踏上去的時候，土地它本身其實是會放電的，你的人也會放電，所以你踏上去的時候，他們會互相開始調頻，所以你的頻率其實會調頻成這片土地要給你的東西，訊息也會從調頻過程當中進入到你的身體，這個土地想要告訴你的訊息，可是它為什麼要告訴你？因為你要傳遞這些訊息，可是這個軀殼有好多東西，沉重的東西，所以訊息會出不去，它就必須得要讓你的軀殼乾淨重整。所以你是傳遞訊息的人，你也許現在你不知道你要傳遞什麼樣的訊息，但是不准問我答案。也許你現在還不知道你要傳遞什麼，但你會成為這樣子的角色。可是就是因為你看你現在連我要成為這個角色都是混亂的，那先從哪裡開始？身體開始，所以身體會是第一個代謝毒素的第一關然後代謝完之後呢，你的這一個肉身七脈輪終於和諧了，可以調頻成一個相對平穩的樣子，所以這過程當中可能會生病、發燒，或者是經歷很多的上吐下瀉也好，每個人被觸發的那個脈輪都不太一樣，而發燒其實就是在打開你的眉心輪跟頂輪的那個接收器。當他需要透過一個劇烈的震盪逼你安靜下來，因為生病是最好讓人類安靜下來的原因。那可不可以再讓我再安靜一陣子？這樣好嗎？還想再許願？所以當你真的安靜下來的時候，你才會逼自己休息，不再去找外在的刺激了。但我可以問嗎？就是你知道，因為我又發現到我最近要練習的一件事情是，可不可以不要再透過生病去看你自己的問題在哪裡？可以。我現在的狀態是這樣，就是我終於恢復到身體是比較舒服的狀態了。然後現在的這個就有點像在提醒我，就是我現在給你一個舒服的身體問題還是在。是的，跟我在生病的狀態去看同樣的一個問題，兩者之間的不同之處是在於你好像有一個理由合理化自己就是可以有這些問题。現在沒了，现在是身體舒服，要把合理化這件事情拿掉了，問題真的就是在那了。所以當你好了之後，你才會發生高鐵事件呢，然後讓你自己開始對話。OK， 對啊，所以當這個軀殼疏通了之後呢，這些對話就會發生，你就開始大量的問自己為什麼，因為你的頻率開始會引導你有這些思考了。以前你不會有這些思考，因為你的專注力在外在嘛。以前會有這些的思考的前提是我習慣寫下來，現在不太想寫，是突然會開始聽到、看見、感受其他人，家人怎麼想，對，以前拜託我可是個自傲的孩子，才沒有管誰是誰的，關我屁事。但哪天突然我生命裡長出愛了，這就是信任長起來的過程耶。所以所有的關卡都是同樣的劇情重複發生，可是之前是面對幼稚園的課題，現在是高中，未來是碩士。所以超級信任跟超級不信任它就是同一個光譜的東西，超級自信跟超級不自信還是同一個光譜的東西。所以就會從這兩個極端值當中慢慢的回到正中間。所以我覺得現在就是一個從兩個極端值你都走過了，然後慢慢走到中間。可是要怎麼走，真的就是這些自我對話跟覺察。然後最後你會發现 OK 好，到後面无法回答這些問題的時候，臣服就會發生。當你無法控制自己的身體的時候，臣服就會被你好好的變成一種選項。哪一刻你甘於臣服了？我接納，我覺得那一刻是我沒有想過連我最好的朋友都在我認為我需要的時候離開我的那一刻。我痛苦完之後跟自己說，這個就是老天的安排，因為不合理，
我就知道好，那就是你的安排了。可是這過程當中也會去看見以前的，因為生命中來來去去肯定不是發生第一次，可是直到這個如此不合理的情況之後發生，讓我去回推我以前那一些我認為很重要的人離開我過後，我發生了什麼。我發現對，我發現我有一個規律是，每一次我經歷人的分離帶給我的痛苦都淬煉成另外一種力量。所以我的臣服就是來自我知道力量要來了。那所以我也可以用另外一種的思考，就是我也要很感恩我的老天爺，就是安排這個訪問在5月中。有可能如果在3月的時候，我其實根本也不会有這個機會跟你聊到這些，因為還沒經歷。然後時間差不多了之後，像我們都知道有一個很棒的图文創作者叫郭媛媛，對，他曾经在一個訪談當中提到，就是他在自己當然要生存的過程當中，他就有個信念，就是球來就打，球來就打，反正有什麼工作就接，就球來就打。对。然後我就在高鐵上，我也在想到這件事情。要來上你的訪談，其實我非常非常的不知所措啊！真的哦？為何？我纵使主持了幾百場哦。但不太一樣的是，因為我知道跟這些話題相關的，我很想聊，我很喜歡，我甚至希望可以有一個人可以跟我一起聊。跟另外一個的聲音我就怕，其實會怕，因為它是另外一個層面的自己吧，你要掏出來的東西。可是我知道我勢必要做，最後就那4個字，球來就球來就打。我就看他把我打去呢。所以包括像接下來可能要訪問這位創作者的時候，我就覺得 OK， 所以我是要臣服這件事咯，因為我依然還是很感恩老天爺是用我喜歡的工作，就是麥克風，對，然後去面對球來就打這件事。所以我可以這樣解讀咯。我其實完全是啊。你看我昨天才剛訪問完他，你接下來要訪問他，他的那句話又影響了你，所以他真的就是一個我永遠都佩服他們的安排，我真的永遠，所以我為何不臣服於他們呢？他們的安排太厲害了。你就覺得所有東西它都在同一個網格上進行，網格是什麼？點跟點之間連成一條線，然後最後線發現都在同一個網格面上。所以你發生的事情，我發生的事情，他發生的事情，最後都在塑造成一個可能，也許我們現在這個對話又會幫助10年後的我們。Who knows？ 知道原來宇宙的運行規則長這樣的時候，你真的會放下很多想太多這件事情。就這樣吧，他們有他們的安排。不想了，我想不過他們，他們太強了，我想不贏，然後就變成我全然的接納。對。可是那份接納也不代表我不能那種兩手一攤，就是就這樣吧。我後來跟他們合作的方式就是他給我一個訊息，我會跟他提案。好，就比如說好了，今天JoJo遲到勢必有他的原因，有某一些安排即將發生，他們通常都不會告訴你那麼明確的路徑嘛。比如說OK，所以現在小樹屋在那等你哦，你只要預定就好了喲。他不會這樣跟你說。這個時候就是我要提案了。我說好，現在我們要換場地，要麼就是給我 Airbnb， 要麼就是我真的方案 B 方案 A 嘛。對，然後我就跟他們講說，這2個方案一定要讓我順一個。這是我向你提的案，然後他們就會安排。對，可是他們不會告訴你哪一個是對的，因為這樣太不好玩了。反而就是那個提案的過程，你就會覺得很有趣。所以我還是有掌控力的。我後來把我的控制欲放在這件事情上面。不錯啊，這樣對不对？对，就是你沒有要消滅的意思，那個消滅真的會痛苦到死。對啊，我覺得他就已經，他就是生根在我性格當中了。所以我不控制人，但我控制我跟他的關係。我控制這個躯殼，我可以怎麼想，我可以怎麼做。後來我就又回到自己身上，這是我自己的方式。而且我覺得你們現在的那種行動力狀態是很迷人的耶。怎麼說？當然我覺得就是社群平台蓬勃，然後我知道自己在使用上可能沒這麼順暢。對，我懂。對，那真的就是一個 gap 的那個差距。
還是得承認相信這件事情。但是我並沒有因此而想要就是讓自己丟起來，我還是會很願意跟年輕人就是合作。不想講這3個字啊！你原本以為我跟你是同一個世代的耶？我覺得當然是處事過程的那個歷練感，是，對對對，就是那我真的就可以很欣然的去擁抱這個現象。對對，因為的確現在他們就是整個就是非常的快速，可以用過往我們要花很長的時間就可以得到的東西，他們現在就其實已經可以擁有到，得到，對，没錯。所以在社群平台上面，对你來說，現在是一個什麼樣子的相處模式？有緣的就會看到，因為我的工作大部分都是肉眼會見到人的，不管是甚至我可能也會團購啊，我也會開團啊。對耶，我看你團購了好多。那它就是跟人之间有互動，所以社群平台它是發生，但它不見得真的變依賴，因為我發現它物理層面那個藍光畢竟還是會影響眼睛。首先藍光會影響眼睛，就是我還是会朝這個方向，就是你終究還是要回歸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對，所以社群平台只是幫助我把人串聯起來，我們終究還是會見面。對，那我很好奇，你覺得你人生下一個階段會走去哪裡？你是說誰？我嗎？你啊，對啊，我人生下一個階段我都處理不好，我高鐵上的情況還不知道去哪。對啊，可是你現在可以確定一件事情是，你接下來要走的路肯定不是跟之前一樣。我應該會難過我能理解那個難過。我很誠實吧，對，我沒有講說就是我好棒哦，就是我要迎接什麼，我覺得我會難過。難道我真的不適合外場主持嗎？那我要說什麼？我現在對，這就是提案的 moment。當所有的舊狀態、舊信念、舊人都要瓦解掉的時候，就是那個 moment 開始問自己：那我到底要什麼？我就是後來花了在那個 gap 裡面去釐清我要什麼的時候，我才長出力量的。然後我向他們提案，我那個時候就跟他們講說，我的學院，我想要認真做學院，我想要好好培養我的徒弟出來了，我想要打造一個教育平台。可是在那之前，其實我就只是開心的做 podcast， 然後 OK 有課就開，我對於教育這件事情還沒有那麼的上心。可是當我釐清完之後，當他跟我說舊的模式都不適合，那我要什麼？我才發現原來我不能再這麼輕鬆，或者是說我的 podcast 其實有更大的影響力。我要好好用它。那我要用在什麼樣的事情呢？然後就開始展開了不同的路徑。然後我也跟你說，我接下來要去尼泊爾發展呀，你有發展來形容，可以跟我多分享一點嗎？可以，我接下來想要在尼泊爾蓋村莊。已經在動了嗎？正在接洽跟各種安排連結當中。對，可是這也是年初出現的一個想法。當我在問我自己我到底要什麼的時候，我才發現我先思考我跟人之間的關係，然後我在思考我現在擁有的東西，其中一個就是我在台灣，然後我年底我去了很多國家旅行嘛，我後來才發現台灣之於我的關係，它不是一個讓我擁有創造力的地方。我擁有創造力的時候都是離開台灣的時候，可是我會回台灣把那一些我收集回來的創造落地。我在年初去了一趟不丹，然後接了很多訊息下來，跟那邊的神明對話。然後他們就告訴我一個很深刻的訊息，說你在喜馬拉雅的這一區有你要完成的任務跟使命。然後我說為什麼？他說跟我的祖靈有關係，在這一區有一個根在那邊。他說你要在這裡扎根。我心想說我要怎麼扎根？然後我在思考這些的過程當中，我就開始問，那我喜歡什麼？我想要嗎？那我要怎麼做？然後就開始寫提案，就 OK 我喜歡做什麼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做什麼，然後我才跟他們說好，我不知道我要做什麼，但我覺得我可以往這個方向前進看看。然後他們就啪給我一堆資源人脈。那我在尼泊爾待這2個月的時間，發生了超多事情。哇，有機會可以聽嗎？可以啊，但我覺得我可以結束的時候再給你分享，因為我有在 Podcast 聊過這件事情。真的嗎？我可以結束給你分享。然後我才發現，對，這是我要的。
wow. 然後他們的才出現。他們也是，我才說他們是來報恩的，就是因為他們也是老天爺安排的。很酷，很酷。在那個我要瓦解掉這個我的那個痛苦，最後我發現他真的要迎接一個更大的自己。我也沒想過我會想要在尼泊爾發展。如果你想問我開心嗎？我說我很開心。謝謝你讓我看見未來也許有機會看到的模樣。真的是，怎麼會突然想鼻酸？這發生什麼事？但我沒感覺才對的。你看，你又在控制你的情緒。對啊，這是一個感動跟共鳴啊。我覺得這一份鼻酸，就是我覺得有種那一刻跟你的靈魂對齊的那種感覺。好不想相信。對啊，所以早上你就是在跟你的靈魂對話。晚上不好，这影響到好多人。然後影響到很多人，所以真的是講我好開心可以陪伴着你有這些轉變哦。但也很謝謝你。真的對啊，好開心哦，特別，真是太特別了，所以這是注定的。我們就是注定現在才安排得上錄音這件事情。是，但真謝謝。所以很期待在下一個階段我再跟你展開對話，說不定那個時候的你也已經展開了那個版本的自己。我跟你說的，你知道嗎？我那時候看你是 Asha 老師的助理的時候，我心裡想說完蛋，這個人要被加速了。哇，真的，因為 Asha 老師他是一個你待在他身邊就是會有很多調頻被發生。可是你依然還在他身邊，我覺得你的能耐是很強的。因為你在他身邊，你應該被翻攪了很多東西。對。但我覺得他的智慧也讓你自己去消化跟感受。是，因為我的確是個蠻壓抑的人。所以很特別。對啊，所以你還可以就是存活到現在。因為我很感恩，就是每個訊息其實認真想想都是有幫助的。对，这真的是有幫助。那這是很有智慧的事情啊。我都還很想要找人來聊，就是我去年的時候幫我們家的那個祖先搬家的這件事，但我找不到人聊。可是他太多好玩的事情發生了。真的？就是你真的是不得不相信。還是我上你節目，我跟你聊這個。找時間，對，找時間，不会是今天，但是可以找時間來聊這件事情。我覺得是可以的，就是充滿感恩，真的就是充滿感恩。那你今天有沒有什麼那個主持人的訪綱想要再聊聊的呀？我現在就都交給你，你 ending。好，你來做結尾。是，所以我相信聽到現在的聽眾一定有很多人也正在經歷你的階段，我也很感謝我可以也把我的生命經驗與你分享。我覺得我也還在走在這個階段當中，我很希望之後我的尼泊爾村莊蓋好了之後呢，你可以來玩。我期待，真的，尼泊爾是一個很神奇的地方。半年有機會蓋好嗎？不會，因為我們9月才要去看土地。還是你9月要來尼泊爾玩啊？9月，我覺得算了，你現在先不要決定任何事情。我們關機聊，好，好，可以。OK。所以謝謝今天JoJo來我們地球玩家會客室的頻道，希望他的生命經驗可以幫助到大家，去給自己有一些內在覺察跟省思。如果有任何的問題的話，大家都可以隨時關注JoJo，我們一起期待他接下來的發展。他會不會就是從一個主持人變成一個不一樣的主持人呢？I don't know， 我覺得是有機會的，各種身心講座還是可以找我，我現在整個超擴張。好棒哦！我們11月也要做一件很大的事情，我們等下結束來聊。好，對，我覺得我們是可以有一些合作繼續發生的。好的，那我們就下次見咯，大家拜拜。OK，Hello， 所有地球玩家們，淼淼學院在今年上半年的所有課程都即將進入到尾聲。那現在呢，我們人在新加坡，即將要前往澳洲。在6月6號、7號，我們在新加坡有辦了一場金錢豐盛靈氣。結束過後呢，我們就會去澳洲，這次分別去4個城市：墨爾本、雪梨、布里斯本跟黃金海岸。那我們在6月12、13號在墨爾本辦了一個與高
號連結的2階工作坊，在6月10號的時候，跟澳洲職場人的社團一起合作辦了一個線上的免費論壇。在這個論壇裡面，我們會去探討在澳洲的生活，同時我們要如何慢慢找回自己的節奏。我們在6月14、15號在澳洲的一個私人莊園辦了2天1夜的靈魂遊樂場澳洲版。在這一次會以生命重啟為主軸，我們會在這個莊園裡面帶大家做非常多的神經系統重塑、呼吸練習、音療，甚至是瑜伽，讓大家可以在這個緊湊的生活當中找到自己，帶你們去重新看見要如何把那份安定帶回自己的日常。那我們這次蠻多主要課程都在雪梨的，我們會在6月18、19號辦7脈輪初階跟8到12脈輪進階的課程。6月20、21也會在雪梨辦2天的金錢豐盛靈氣課程。然後我們在6月26號禮拜五的晚上，特地在布里斯本的河畔的餐廳預定了一個位置，我們可以在這個聚會當中很輕鬆的去聊彼此的生活，聊彼此的日常，聊彼此的內在覺察。希望這個聚會可以把大家聚在一起，放下所有的身份跟標籤，找到一群跟你靈魂有共鳴，也許你們都在各自的生活中，那我們這次就聚在一起，去看看彼此生命有沒有更多樣的可能性。然後最重要的是呢，我們在6月27、28在黃金海岸的一個莊園裡面辦了一個2天1夜的女性力量 retreat。這個女性力量，我會帶大家去開始探索自己的陰性力量，透過瑜伽的方式，透過音療的方式，然後透過設計不同的身體藝術結合的模式，讓大家在這裡2天1夜好好的去看回自己，並且找回自己內在的陰陽平衡。那除了這些上半年的課程呢，我們下半年的課程也慢慢出來了呀。我們在8月的學士達山的旅修，我們特別幫大家爭取到了更多的名額，所以現在的官網上其實都還有更多的名額可以上去報名。那我們在9月的時候呢，也幫大家爭取到更多的頌缽旅修的名額了。我們會帶大家去尼泊爾頌缽的發源地，打開一場聲音的7日旅修。我們接下來下半年的課程也都出來了，並且即將上架到官網。我們在9月底的時候會開一場西藏的旅行團，我們在11月的時候會辦不同的課程，而這一次比較特別的是，我們會在11月辦巨大版的靈魂遊樂場3天的靈性藝術季。我們在這裡會結合沉浸式的體驗、藝術家的展覽、聲音、音樂，還有不同大大小小的工作坊跟市集聚集在這裡，讓大家來一場靈魂的盛宴。然後12月的時候，12月初會帶大家去清邁，12月底的時候會帶大家去巴厘島跨年。那這些資訊呢，都會即將上傳到官網，你們可以隨時鎖定官方 LINE。那如果你是海外的朋友的話，我們也有 WhatsApp 的聯絡管道可以聯絡到我們。那所有的地球玩家們，我們就下半年見嘍，或者是澳洲見，大家拜拜。